好，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其实也是你们的学长郑医师其实是在本科是在我们大学念的，然后在我们这里毕业，然后现在呢，他也刚在南京中医药大学的硕士已经毕业了，那目前是在印尼中医经典门诊现在从事这个经方的研究，还有到那里的医师。那很荣幸，就是你们的学长很愿意回来分享，那他在这一方面的一些经验经方的与方正之间的关系。那你们之前有很多上了《伤寒论》的，可能可以在这一方面听到有临床上可以怎么去真正去用经方，然后怎么从方正去探讨他们的这个临床更广泛的应用，除了你们在《伤寒论》里面学习到的原文上的那个理解所以可以相当于郑医师很好的给你们分享他更多在临床上的经验。那希望你们好好的在今天有一些收获除了可以听到不同的临床经验，然后可能你们自己以后在临床上有更好的思维还有这个想法去用这个经方，好吧？那Jeffrey 我就让可以，给你了，好的，可以开始。好，好的，谢谢杨老师啊，这次我给大家分享有关于这个经方方正相应啊，那么可能大家对于经方有的了解，甚至有的可能就是也许可能比较小的，比较刚刚入学的学生可能会比较不理解什么是经方。那首先我将慢慢的跟大家就是讲解到底经方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啊、它不它的那个什么它的历史它甚至它的那些定义是啊。那我们看可以的。经方，那什么是经方啊？可能俗称有两种定义，第一就是有广性就是比较广义，还有这个狭义。好，那么狭义的经方呢，它指的是东汉末年张仲景他写的《伤寒杂病论》里头所记载的一些方剂后世把它称之为经方派他在《伤寒杂病论》里面的这些方称之为经方那么实际上经方这个词它其实它是更早已经存在了可能早过张仲景数千年都有可能那么广义的经方呢，它指的是什么？它指的是用方的一个技术比如说在《汉书艺文志》的方剂略之里头，他就提到说，这个经方它是古时用方的一个技术学派所以说张仲景它里面的方只是一部分但是说它广义的经方，其实它指的是更多当然这些书。这些方可能我们都已经失传到，我们能够看到是最早的，我们能看到就是张仲景所撰写的《伤寒论》，还有《金匮要略》那经方的发展其实它更早，它早到什么时候？它早到那个《神农本草经》所谓的神农尝百草经方的发展其实它也是从一个单味药来去发展，所谓的药证用什么的？它是从一个比较朴素的一种思维来去用药它的理论那时候的那些中医理论可能是还没有那么的发达比如说古人可能他就认为说这个茯苓以为药它可以治什么胸胁逆满什么这个是什么惊恐秽它就是有一种这种害怕惊恐，然后甚至他的那个胸胁就感觉到逆满胀满不适等等这些情况古人就发现他说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就可以用什么用的是茯苓
还有就是可能一些痛啊，我们可以用什么芍药啊，还有猪血碧这些，它《神农本草经》里面都有提到啊。它就是从这种小小啊一味一味药的去摸索啊，通过了数千年等这些时间，他们反复的去摸索，它到底它的这些药用于什么啊，甚至头痛可以用川芎这样的一个比较朴素的一种方式来去理解。好，到了商朝啊，伊尹啊，他是商朝的一个宰相，他也是一个名厨师啊，他就撰写了什么《汤液经》啊，所以说他就有了这个叫做伊尹制汤液啊，所以说其实经方的时候，其实发展的话，它其实它伊尹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些方，所以伊尹制汤液啊，到了张仲景这个东汉末年的时候呢，那这个经方就可能更完善了。啊，所以说他通过累积了这是古时候的那些人的用方的一些经验啊，把它摘取。所以说张仲景的话，我们有一句话我们知道叫做博采众方，是吧？就是说他拿每个人的经验方来去做一个总结啊。所以说后面就有了是说在那个叫什么针灸甲乙经的序言里面，皇甫茗就曾经说了仲景广论汤液。啊，所以说张仲景他是一个汤液派啊，他用的是一个方剂的用方的一个什么技术，他讲的是这个啊，所以说从最朴素发展到他有一套的一定的一个理论啊，这个就是经方的一个它的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个发展啊。那么可能大家会问，为什么我们临床上要应用，如何在临床上应用经方？啊，首先我们看日本啊，它有一本书叫做《复诊奇览》，它是稻叶文里先生写的啊。它里面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不能奏效其功效者，非此方剂之过，乃不善用其方耳啊。所以说这个方剂我们没办法用的时候，是吧？这不是说它这个方剂的一个问题，而是说我们在用这首方的时候，我们没有抓到重点。啊，其实说经方这或者伤寒论或者清虚要略里面，其实里面有很多一些冷门的方，可能我们还没有去发现它的那个切入点，它的那个用法到底是怎么样用，这个确实是很多的啊。当然，这个这些问题的话，只能通过临床上慢慢的反复去摸索，到底是用这些方它的那些它的特点是什么啊？所以说用一手方有效没有效，其实不一定说这是这个方的不好，而是说我们没有抓到用这手方的一个证据啊。那我在这里举一个案例啊，曹英甫老先生案例，他是那个什么，就是江阴的一个名医啊，苏南江阴那边啊，他就在他的经方实验录里面啊，他这本书他就有一个案例叫做脑疽病啊，他什么，他治疗一位老妇人啊，他这个什么，他就是患了这个脑疽病，他说周围蔓延其境持续啊，它范围比较大啊，所以说他用了一些什么，就是这些膏药啊，他会感觉到这种热气蒸蒸上冒啊，而且他这个人他这个什么，他的那个头像啊不能转侧啊。当时的曹英甫啊，他跟这个于洪顺先生一起去会诊啊，治疗了3天不见效啊，不见大效啊，但是第4天他过去了，恰好那一天他就是什么天色已晚啊，他那过去的时候，他就见到什么病人，他就卧在什么这个腹背中，他就卧在那个背里面不肯出来啊。他问这个为什么成这样？他说他那个人就说每日此时啊，恶寒发热汗出，他就说每到这个时间点，还会有恶寒发热汗出。这时候曹营甫就恍然大悟，他说：“原来悟此为涩涩恶寒、细细发热之桂枝汤症啊。”于是他就开了桂枝汤，桂枝5分，芍药1钱，姜枣草清剂投之啊。结果第2天吃了这个叫什么病大减啊，
它就是什么？随逐日增加那个药量，桂枝变成3000，少药5000，其余的药还是如故。好，不增加其他的药。数日后啊，警告痊愈晕。好，大家可以看这个桂枝汤啊，可能说传统的概念认为它是一个什么？它就是治疗这个风。如果我们把桂枝汤理解为它是治疗这个这是什么风寒的一个虚症或者就是表虚症的话，可能我们就在这个病的话，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它用好啊。因为这是脑疾病，它属于外科疾病啊。所以说，如果我们把桂枝汤归纳为是一个这个什么风寒表虚症，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就没办法把这个桂枝汤用好。好，那么这个案例里面，曹应甫他是按怎么样的一种思维来去用这个方呢？其实他这里他就是根据方正相应。他说什么？发热，桂枝汤条文里面说：涩涩恶寒，细细恶风，细细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啊，所以说他有发热汗出，发热恶寒发热汗出这样的情况的话，他就用得上桂枝汤。啊，所以说他从方正的那个点来去入的话，基本上他可以用的他的就是不会局限他的用法，他会更广啊。所以说那个什么曹应甫他用这个手方的一种思路，其实就是《伤寒杂病论》第317条的通脉四逆汤的条文的后端的话，他就有提到说，病皆以方相应者，乃服之。啊，当你这个病以你这个方相应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服用这手方。好，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方正相应。所以说，应用这个经方的那个底层逻辑是什么？其实就是有是症用是方，有是症用是药，啊，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要落实到它每个要再用一手方，用桂枝汤、用麻黄汤啊，甚至小柴胡汤等等、温胆汤等等这些方的时候，我们要找它的用这手方的证据，甚至你再加黄连，你再加黄芩，再加黄柏啊，他用这3个药啊，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是清黄芩清上热，黄连清中焦，什么黄柏清下焦。他说病人他是不会来跟你说，医生我上焦有热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我们要落实到病人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表现，所以我们要落实到药证啊。黄连的是什么烦悸啊，他会烦躁，他有一个悸的情况啊。黄芩的话是什么？它是什么热痹啊，关节疼痛，口唇红、眼睑红、咽红红，这种时候我们可以用黄芩啊。黄柏跟有关节疼痛、灼热感、僵硬啊、沉僵这种情况，我们要加黄柏。所以说，它每个药它都有它自己的一个药诊啊。那么我要跟大家分享我自己为什么要学习经方啊？为什么我要研究经方？其实这个跟我本科时期在英地读的时候啊，当时是我老师童耀辉老师给我上了这个《伤寒论》啊。当时上这个《伤寒论》啊，其实我也其实就是就是死记硬背，把那些条文全部把它背下去啊这样。但是我也不懂到底能不能用啊。但是说那时候就是期末考试 final 考试结束过后，我就回去了啊。我回去的时候就恰好我的一个亲戚啊，他说他的姨妈中风了啊。他说他的姨妈中风，我就心里中风，他说他叫我就可不可以去那边看一下？我就说心里想好吧，就是也去学习一下也好。当时啊，我刚学完方剂学嘛，就是伤寒也是啊，对，也是学完了。但是那时候听到他说中风啊，我满脑里面冒出来是什么？补阳还乳汤啊，因为刚刚学完方剂学，觉得比较可能知识比较浅薄，所以就觉得这个是想到中风的那种补阳还乳汤这种感觉啊，我就这样想法。结果一去到那个地方，结果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啊。他怎么样？这个人我还可以记得，他的人是比较壮胖啊，面比较没有那么，他面色没有那么多表情，但是可以看出他有一种杀气很重的一种人啊，比较凶猛。
所以我去看把了脉啊，脉细数啊，脉细数，看了舌头，舌红少苔啊，哎，心想这不是典型的一个阴虚吗？啊，是吧？阴虚啊，就在想这个怎么办呢？你这样的话，你跟补阳黄汤肯定是扯不上关系了啊。所以说我在思考怎么办。当时他的就是我那个亲戚，他就走进来，他说他现在在找帮他的那个什么照顾他姨妈的一个佣人。我说你为什么要筹这么简单找？他说已经换了4、5个佣人了。我说为什么换了这么多个佣人啊？他说我姨妈，他说她每到晚上她就像发狂似的啊，大喊大叫啊，甚至有些她就是什么，她就是她那个邻居被她吵到没办法睡觉，但是她也没有办法啊，她周日很像在白天的时候她很像常人，但是一到晚上她就整个人发狂，她这样的情况啊，她一讲这句话的话，我头脑里面直接冒出一点东西，这不是太阳病里面它不是有一个叫做其人如狂啊，热结膀胱，其人如狂，这种时候用什么桃儿承气汤啊？但是想了想，桃儿承气汤是什么方？桃儿承气汤是攻下方，对吧？这个又时候少胎脉细说，怎么能用这个东西？好，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于是我在思考，这不行啊，这怎么办呢？啊，后面也没办法，就说算了吧，就下吧。反正他就是什么像张仲景说奇人乳狂这种情况啊，他当时没经验啊，就是还是试试看啊。但是我还记得因为用药的时候他的那些量掌握的不是很好，我就按《伤寒论》的那个原文的比例来去做，就3两就是3克，然后它原文里面50个桃仁嘛。啊，50个桃仁的话，因为药店的桃仁的话，它一般它把它撇变成一半的，好吧？所以他就还说你去拿100粒的桃仁就很奇怪啊，药店就这个也很奇怪啊，去煮给他吃。但是那一天晚上我是不能睡的啊，为什么？你怕呀，我就怕呀，怕这会发生什么事情结果明天早上我还没起来的时候，看到了什么？看到一个未接通的一个电话看到一个 miss call 这个时候我心里担心了，这个是什么这样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情况？而且我也没有经验一听到这样我就害怕了但是没办法，还是要打电话回去问他说吃了那个桃儿承气汤，大泻了一大堆黏黏的那个臭的黑便，结果他说吃了这个药气过后感觉到身体很轻松，也不再发热了他没有这个发热的一个情况结果他再继续在服用2剂过后，晚上的发狂所谓的奇人如狂没了，真的是这样迎刃而解结果我用其实就是为什么像张仲景他说的，就是奇人如狂，当少腹结节者，桃核承气汤主之用结果那时候就因为这一件事情的话，我就觉得经方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临床实践里面所总结出来的经验。他说的在临床上我们可以遇到比如说再说那个什么金匮要练里面的咽喉如有滞挛异物感到现在为止都相隔都多少年了，可能甚至要到2000年了。我们临床上还可以见到什么咽喉里有异物感，这个是为什么？因为张仲景他条文里面写都是真实的所以说为什么这样，我就要研究这个经方这是我自己为什么走进这个经方的一个事件那么我们也要知道说，著名的这个清代的柯印伯，他也是一名经方大家他说仲景他说仲景之方他是因病而设，不是因经而设见此症便于此方是仲景活法。其实他讲的就是病以方将一者，乃可服之，也就是所谓的方正相应。你一相应就可以服用这首方那么清代的另一位大家叫做许灵台许灵台他在他的《伤寒类方》里面，他说他在他的序言中他说
不知此书，他指的此书是《伤寒论》啊。不知此书非仲景医经立方之书，乃救物之书也。啊，于是亦疑其有错乱啊，乃探求30年而后物所以然之故，于是不类经而类方。啊，这个是许灵台他的一种，他研究《伤寒论》，他认为说他这个《伤寒论》这个体系啊，这个《伤寒论》啊，它不是根据那个经来去6经里面它去，它是根据它的那个方来去类的啊，这个是他自己本人的一个体会啊。那我们看近代名医就是胡锡树啊，他说了这个方正啊，它是6经8纲辩证的一个继续啊，亦是辩证的一个尖端，它是最后一个关卡。所以说中医治病有效无效，其主要关键在于什么？方正是否变得正确？好，它这个方正是否是正确？你正确，你才能够有效。所谓的相应啊，如果说你变了方正的话，它不相应的话，可能它就效果就没办法把它显现出来啊。所以说这个方正啊，怎么样用方正？其实它就是一个用方的一个证据嘛，它就是你要抓到这些证据，你用方它就有效。但是如果说我们抓的比较可能抓的不这么准的话，可能它就是没有那么有效啊。这个是胡老的那个他的那个心得啊。那我们看这里还有一位大家的故事啊，运铁桥啊。这个运铁桥啊，他是什么？他其实他有4个儿子，好，那4个儿子，但是说他的长子啊，他是患了这个伤寒而去世的啊。然后次年呢，第2还有第3的子啊，因这个伤寒也是去世啊。当时他的那种心情的话，我们也知道他是那种失去的一个悲伤。所以他发愤图强，他要读什么《伤寒论》，他要深入研究这个《伤寒论》啊。所以说他那时候，同时他业于伤寒名家的这个汪雷石先生啊。但是1年后，他的第4的次子还又病了啊。他病什么？发热、恶寒、无汗而喘啊。他是什么？他说这个显然就是什么太阳伤寒的麻黄症，显然啊，他就去请了一个名医来。虽然这个名医啊，他熟读《伤寒论》，但是他还是不敢用这个《伤寒》里面的方，用了一些豆豉、栀子啊、豆卷等等这些药连续不断啊，随之喘热益甚啊。这时候那个什么运铁桥啊，他就怎么办？他就徘徊，他就思考啊，这个怎么办？他彻夜不寐，这个到底是要不要用这个他说他明明知道这个就是麻黄糖针，但是说他自己他也没有经验啊，他也不敢用，于是他就什么，他就是跟他夫人商量啊，他说前面的3子啊都死于伤寒的啊，这个今日他这个第4的儿子他就发病，他说与其坐以待毙，倒不如服药而亡啊，宁愿服药而亡。于是他就说，他夫人也没说，他就说配合给他服用，结果1剂肌肤湿润，喘逆稍缓；2剂汗出热退，喘平而愈。好，所以说你在方正相应的情况之下，我们除了能够有效以外，我们还能够怎么说是比较，它能够提高它的那个用方的一个安全性啊。所以说我的老师黄教授他就说了，用方正啊，它是用方的一个证据，而且它是安全有效用方的一个什么用本方的临床证据。如果我们抓到了这个证据的话，那我们可能是用这些方的时候，是不是不但是有效，我们还能够提高用方的它的那个安全性啊？所以说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方正啊。那么方正其实它的关系，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它就是一个钥匙以及一个锁眼啊。当你这个这个方的一个正，还有这个它的那个正是吻合相应的话，其实它就能够把这个钥匙这个锁头把它打开啊。但是如果说不相应的话，你就没办法把它打开啊。这2个是
他们这个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形容他们两个的一个关系。好，那么经方，我们不能把经方了解为是一个门派派系啊，不能这样去理解。所以说我讲经方它其实它不是一个门派系啊，它是用方的技术，它是教导我们如何用方啊，它是用方的一种特殊思维啊。它什么样的特殊思维？它就是有事正用事方，有事正用事要的一种这样情况啊。所以说经方的第一性原理，它其实它就是方正，还有这个药证啊。其实为什么它能够如此般的有效？其实就因为它从人体上尝试出来去总结这个经验，它不是说一两个啊，甚至可能数千万次的一个反复的实践，说你只要出现发热汗出恶风脉患者，这个时候你用桂枝汤，啊，只要有这样的情况，或者说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脉患，桂枝汤主治这种情况，我们就用桂枝汤。这个的总结，它是古人反复的得来，他总结出来一些精髓啊。只要说能够抓到它的重点的话，我们就能够把它发挥到极致。那么讲到这里啊，我们也要知道怎么样来去学习这个经方，学习经方的方法，它到底是怎么样啊？我们看那个江尔逊先生他的一个他自己说的啊，他是四川的一个经方家啊，他说欲学习伤寒论啊，其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背诵原文啊，牢记病脉症治啊。他在长期的这个临床实践中了，每诊得病人呢，他在情况复杂纷繁的情况之下呢，他说书中相关的条文便很自然的浮现于脑际啊。那么讲到这里，可能有些同学就觉得啊，又背诵原文了，是不是很难？好，其实还有技巧，比如说像江尔逊老先生，他就说他说什么抓住一些描述特征性的症候啊，你把那些他描述的比较特别的一些关键词把它抓着啊，这样的话就可能会学的是比较简单啊，比较能够抓到那个点啊，所以说姜老他这边提到的就是我们要学习经方的时候啊，不是说把全部的条文完全背到完，只是说要抓到那个关键词啊。讲到关键词，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说在用小柴胡汤条文之中呢，我们可以常见什么胸胁苦满啊、胁下硬满这些词啊。如果我们把每一个小柴胡汤条文把它排在一系列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它都有胁下的问题啊。所以说一般它都会是什么情况？我们在用小柴胡的话，这个胁下的话，肯定它出现一种抵抗。我们在按压的时候，它一定会有一种抵抗，不能啊，就是有这样情况。如果说腹部平软无力，那可能这个柴胡就不怎么适合了，可能我们要用其他的方啊。所以说通过他们的比较啊，找他们共同点。还有白虎加人参汤，条条见可，大可欲饮水啊，速生者，甚至它还有出现什么大烦渴不解啊，这个情况是什么？所以说用白虎加人参汤的时候，它关键也是抓渴啊。当然这个渴的话，也要提哦，白虎加人参汤的那个症的话，它其实它不只是渴啊，它很多，只是说这里我只是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它就描述说它这个口渴的话，它是用这首方的一个证据啊，它有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可以考虑用这个白虎加人参汤。那么学习这些方阵的话，其实它的切入点的话，我们也还要就是通过摸得着、看得见的一些方阵来去入手啊。可能说一些比较就是一些概念的东西的话，可能不是说不学，只是说我们要先搞清楚这是什么啊，再去搞清楚为什么。啊，连前面的东西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是怎么样的话，我们去搞为什么的话，其实会比较困难啊，最后会发现临床上也可能是用的感觉上不到位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要从摸得见
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来去入手，才那些特征啊。那比如怎么说呢？比如说什么？大家可以看这两个图像啊，这两个图像啊，发现了什么不一样？这个旁边这个左边这边的话，你看毛发浓密，是吧？面红你看他的脸是属于一种国字脸毛发浓密，他是眉头紧皱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我们可以考虑的方，可能用一些大黄类方头发浓密、乌黑浓密甚至是脸油油的其实脾气是很容易发火的脾气，然后表情比较凶狠，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以考虑用什么大黄类可能有时候还有可能还可以考虑用这个大柴胡糖这一类。从一个人的面色，我们可以大概知道如果说这个旁边这位女性的话，她可能就不一样你可以看她是比较憔悴她是比较憔悴的她的那个精神状态也是比较处于低落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以考虑什么？就是甘麦大枣什么喜悲伤欲哭，她这种情况瘦的比较憔悴的这种情绪的话，我们可以考虑的就是甘麦大枣汤或者是说百合字母汤等等这一类所以说从它的那个面相，我们可以知道大概它是用哪一手方这个来去所谓的看得着摸得见的那么比如我们再看这两个婴儿是不是我们中医在治疗这个儿科是比较麻烦的？这个儿科的话，基本上他也不说话，他也是叫做哑科所以说在看儿科的话，这个确实是很这个什么很考我们望诊的功夫因为说你在看儿科的时候，这个脉诊其实很难的这个腹部的检查也是很难，他一笑的话，什么东西都腹肌紧张都没用了所以这考望诊这两个小婴儿可以看到，两者之间有不一样你看这边这个小孩，他头发比较松的，看起来他的发质是比较松软，是吧？他也不是说很刺，这样的一个小孩的话甚至可能他很容易有腹痛消化不良，或者是说可能他的那个什么，他就是喜欢吃甜食等等这样的一个大便如羊屎状，我们可以考虑什么小建中汤这种情况，甚至他临床上我常用就是治疗一些小孩子发热就是用小建中汤和上桂枝加龙骨牡蛎汤他们就是小儿发热，喜欢用这两手方这个用建中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说这边的呢，你看这个小孩皮肤白比较胖是吧？比较胖，头发比较浓密的，甚至有些小孩他头发不是很浓密，但是他头发刺刺的脾气暴躁、固执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可以考虑什么？可能我们可以考虑什么麻杏石甘汤。而且这种小孩的话，麻杏石甘汤他比较壮比较胖，白白胖胖的胖墩然后他这种的话，他很容易有什么扁桃体，一看咽喉他扁桃体很容易肿，甚至他的那是什么，他的那个很容易出汗怕热这种情况，然后很容易得到肺炎曾经有肺炎的一件事，这个我们可以考虑麻杏石甘汤所以说根据他的那个特征来去做一个辨别。那比如说这个肚子呢两个肚子不一样这个肚子大家可以看它是比较往下是吧？往下掉肚子松松，如果说肚子摸下去松松软软的话，是不是这时候我们可以考虑用这个黄芪用黄芪如果说他肚子是这边这个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肚子整个什么膨隆胀满是吧？它整个胀满这样的情况可能他的那个腹部高过那个胸廓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用这个那个什么，用这个大黄类方，承气汤大柴胡汤等等这些都可以考虑。所以说从他的腹部的一个情况不一样，我们用方就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所以说用黄芪的人腹部必须松软。如果说这个人瘦瘦我今天就门诊上遇到一个瘦瘦，他说吃了那一看就是很容易咽喉上火什么情绪不好。他说可不可以吃黄芪？我说不能你这个瘦肉的这种东西不能吃，不是说补气就可以补气。
就是说肉了就不能吃，这个不适合吃黄芪。他一吃，他心情也不好，胸闷、浮躁等等一系列的症状就出现了啊。所以说，根据不一样的人士，我们用法的话，可能它是比较有不一样啊。因为我们要知道，服用黄芪太大量的话，是不是它会很容易腹胀？这种情况可能要减量啊。这个服用过后的一些反应，也是我们判断下一步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到底要怎么样的一个变动啊。都是从摸得着、看得见的一些摸得着、看得见的那些体征来去入手啊。所以说，黄花老师他就把这个方阵，他就把它把这个方阵里面的这个阵啊，他就把它划分为两部分，就是一个是病，一个是人啊。黄老师常说的一手抓病，一手抓人啊，来去做这个诊疗啊，也就形成了黄老师的方病人的一个诊疗模式啊。这个他是你要看怎么样的一个病，这个人到底是什么病，不只是中医的病名，也是西医的病名啊。然后这个人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体质，怎么样的情况来去找对应的一些方阵啊。这为什么说有时候我们中医理论里面有提到的，就是同病异治，还有异病同治的这种情况，其实它就是有一个个体差异啊。那黄老师呢，他就说，各位在读《伤寒论》的时候啊，也要发现他说这个《伤寒论》基本它是基于人体在疾病中，反应状态来描述治疗原则和方法。它里面的方法其实就是通用方啊，这些方它的应用范围是比较广的。临床上用这些方的时候，其关键在于抓症，或者是我们可以说它就是抓一个体质。所以说他有一句话在《伤寒论》里面很出名，他叫观其脉证，知反合逆，随症知之。观其脉证，这个观这个字就是什么？观察啊，观察是看，我们要看，那看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人啊，他的把脉，甚至说看这个他的那个体型等等来去做一个观察啊，他是对人的一个反应用法啊。那么黄老师又认为说，这个金匮要略又不一样。好，金匮要略其实它也是，其实就是《伤寒杂病论》里面的杂病篇嘛，把它林毅等人整理出来的嘛。啊，那么金匮的话，它是偏向于疾病用方，主要它是研究疾病的一个个性，然后提出治疗原则和方法。它其实金匮它就是辨病专治。好，金匮里面的基本精神就是辨病专治。金匮要略里面它的那个涉及到的疾病很多，60多种。有包含了腹内外科啊等等一些急症啊、急救症这些，他们都可以用这个知道。所以说，在读这两本经典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思维要做稍微一个调整。它一个是抓，一个是讲的是个病，一个讲的是个人，他们是稍微有点不一样的啊。那么我们说，茫茫人海中存在了一个个体差异，一个人肥瘦男女高矮啊等等，是吧？他会有一定的一个个体差异啊，我们要从这些个体差异来去寻找所对应的一个方针啊。所以说张仲景啊，他也有描绘这个人的一个方法，比如说金匮里面他就有提到什么，夫尊荣人，骨弱肌肤盛，重因疲劳汗出啊，卧不时动摇，加倍为风虽得之。这是什么情况？他就是什么？他就是这个人尊荣人啊。尊荣我们就知道他这个是比较珍贵的。骨弱肌肤盛是什么情况啊？骨弱的话就是他的那个肌肉脂肪多啊，肌肤盛嘛，就是他脂肪比较多，所以他的那个这种人很少运动，是骨骼发达，骨骼是比较不发达的，所以他就呈现一种失衡状态，就是比较肥啊。而且还有情况，稍微疲劳就汗出啊，稍微疲劳就汗出，他就是稍微被然后吹到风，他就感觉到不舒服。这种情况我们用什么？其实就是用这个黄芪的一个特点啊。那么如果要把这个张仲景所描绘，把它形象化，他就是这种人啊。如果说大家有看漫画，可以大家都是什么这个海贼王里面的什么天龙人这些，他就是这样啊，不用走路的啊。你看他这个为什么把这个画放在这边？他就是很典型的一种黄芪人，腹部松软，像一个梨的一个形状啊。这种人的话，基本上我们可以考虑用黄芪啊，甚至这种像棉花糖，腹部像棉花糖软软无力的，这个我们可以用这个黄芪来去治疗啊。所以说每个人呢，他根据的那个人的特点的话，他用方用药他都是有一个讲究的。好，
那么比如说在这个《内经》里面，其实他也有提到，他说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调其气之虚实这是根据他的那个体型来去做一个参考啊。清代的叶天士他也提到说，凡论病，先论体质、形色还有脉象以病乃外加于身也。其实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个病其实它一个病原体吧，我们就说一个病，细菌也好，病毒也好，它原本它没办法治病，它必须要有人为它的那个reservoir，它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它要感染到人，它才能够治病所以它原本它自己它是没办法的。所以说我们在治病的时候，一般我们要注意这个体质虽然说一样的，比如说新冠也好，等等什么病毒、感冒这是流感也好，不同的人体的话，可能它出现的一些症状是不一样的根据每个人的一个免疫反应的话，其实它是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要望人疾病是加于人的身体上面。你如果说脱离了这个疾病的话，你这个人如果脱离这个疾病，这个病这个什么病原体如果脱离了这个人体的话，基本上你没办法说什么跟什么了所以说我们就是要看这个体质。所以说江南的那个什么朱信龙老先生，他就有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医道之难也，难以辨证；辨证之难也，难以验体。体质验明矣，阴阳可辨，虚实可分病症之或浅或深，在脏在腑，亦可明晰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这是什么是阳虚，什么是阴虚这些其实我们都是要有证据来去做一个判断的还有如果说脉弱无力甚至可能就是什么乏力等等这些的话，我们就可能它就是判断是一个什么就是或者是我们说阳虚症等等这些但是说这一个症的话，其实它还没有更细，因为你一到一个阳虚，你还可以很多出来，肾气丸、左右归丸等等这些，它都还没有到那个点但是这个只是说我们要通过望体质来去辨别这个只是这里朱信龙老先生他提供的一些什么他自己的一个心得。那我们看张仲景他也有描绘人的一些描述，比如说真武汤以前我最记得读了《伤寒论》的话，每个人都知道什么叫身顺动真正玉臂力但是什么叫身顺动真正玉臂力？他本身走路要感觉上不稳，要跌倒他只是走路不稳，感觉要跌倒他就是这样情况让日本的藤平健博士，他把这个真武汤的这个正正玉臂力，他把它更细化了。他说，如果你把一条直线你叫这个人往这条直线跟着这条直线走，这时候你发现他走到前面，他走歪了，不在这个直线里面，那就可以判断为他是什么，他是这个正正玉臂力他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比如说还有就是桂枝甘草汤，它治了什么发汗过多，其人插手自冒心，心下积郁得安之这里他讲的是一个人的一个情况什么他就是什么他心悸他害怕心悸他用双手其人插手自冒心，就按这心口，还会比较安心他比起他这样还是比较安心，他就是这种情况，他要按一下他就比较安心。所以说张仲景的话，他的那些在描绘条文全部都是很形象化的还有就是黄连阿胶汤黄连阿胶汤里面他说了什么？心中烦不得卧，它其实就是一种什么烦躁不能睡心中烦不得卧，它就是一个急躁烦甚至可能就是什么失眠，它还可能是什么这是什么记忆力那个什么那个集中力，它还没有这个集中力，它集中力比较差等等这些，它都可以用这个黄连阿胶汤来去治疗。他说的就是一个人心中烦不得卧，不是一个病机，他是一个人它是一个描绘说那个临床上他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情状所以说我们在学习这些经方的时候，我们要在人的身上寻找对应的一个方阵这是我在临床上我都是这样做的。到底这个人他的特质是什么？他的那些一些从这个人的主诉，从这个人的他的一些什么他的那个他们的讲话的方式，他们的一些小动作等等来去判断说他们适应于怎么样的一个方阵就是从人身上像一个那个什么像一个
侦探一样去寻找我们用方的一个依据是什么啊？那比如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在身上寻找方正的方法，还有比如说在应用芍药甘草汤啊，在临床上应用芍药甘草汤，一般这种人的肌肉是处于一个比较绷紧啊，腹肌绷紧，腓肠肌紧张啊，而且这种患者容易出现腹痛啊。如果说这个人松松软软，那可能就是大家要谨慎啊。一般用芍药腹肌一定是紧张，比较偏紧张啊。这种情况的话，都可以考虑用这个芍药甘草汤。那比如说在运用外胎茯苓饮的时候啊，一般这种人的体型是什么？他是体型是比较高瘦啊。在按压腹部的时候，我们可以明显听到什么震水音啊？你在那边快速的把它按压冲击的时候，是不是？那腹部可以听到一个哗啦哗啦的水声啊，或者是说这个腹部我们一用叩诊的时候，会发现它的腹部气体很多啊。在应用黄芪类方的时候，这腹部必须松软。腹部比较硬的话，那可能我们用柴胡啊，用柴胡因为腹部比较硬，但是用黄芪的话，一般腹部比较松软。它有一个一定的一个规律。还有就是我们在应用半夏泻心汤的时候，半夏泻心汤一般是用于营养状态比较好的人啊，皮肤不比较油腻的啊，唇红、咽红，还有就是容易口腔溃疡，甚至它很容易发什么皮肤病啊。比如说我们在治疗一些湿疹啊，我们不用就是说如果说应用一些肠胃啊、疏风等等这些可能没办法治好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换一个其他的思维来去考虑的，就是这个半夏泻心汤啊，眼睑红、唇红啊，消化不好啊，肠鸣等等，偶尔肠鸣心下痞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考虑用这个半夏泻心汤。而且在治疗这些皮肤病的时候，临床上半夏泻啊效果很好。好，主要是调整它的胃肠道来去得到这个缓解，所以说不一定说就是盯着那个局部啊，所以主要它的重点就是红、咽红、眼睑红、口腔溃疡类，这种营养状态是比较好的。它不是说一个瘦瘦软软没有力，是虚弱虚弱，它不是，它是比较营养状态悠悠的这种情况就可以用半夏泻心汤啊。那么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就是一些变体质啊，当然我们还要前面说了方病人的话，他有个病啊，那我们看看岳美中老先生他就说了，辨证论治，最忌海阔天空啊，不着边际，要落实到一病一药之上。我们前面讲的体质，但是我们还要看这个病，这个病不是说我们说中医的病名啊，它也可以是我们现在是现代医学的一个病名来去做一个参考啊，所以说辨病也很重要。比如说，清代的徐树威他在《伤寒90论》他提到了，凡为医者，要视病浅深啊，这个探议方书，博览古今啊，事事明辨，不迩大悟人士。还有就是这个俞家言啊，他在他的《寓意草》里面有提到，治病必先视病，视病后医药啊。他说，病经一鸣，则有时病，既有施药，病千变，药亦千变。所以说，我们对这个疾病的一个转归，我们也要有一定的一个了解，它的转归预后啊。所以说，不但是要看一个体质，但是我们还要看这个病，这个病的下一步发展是什么，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啊。比如说，我们拿一个例子啊，这个就是一个应用这个柴林汤治疗什么原因不明反复流产的一些临床观察啊，这个是日本的一个研究，它是用了这个柴林汤啊。它这里的话，它主要说在这个19名女性中啊，它有服用过柴林汤过，它16名成功怀孕，其中的十一人呢、成功生下了这个新生儿。啊，他这边他说了，这个其中的4名妇女啊，在接受柴林汤治疗后呢，她的那个抗体的点度啊，就是下降，自身抗体消失，啊，也预后良好，也成功了怀孕。所以说，柴林汤在治疗一些不明原因的一些流产的话，可能它跟那些自身免疫系统有一定的一个关系啊。所以说，一般的话，花花老师在用这个治疗这些自身免疫疾病的话，他都很喜欢用这个柴林汤啊。一般我们都可以对病啊。
那么也有临床，就是药理研究说这个柴灵汤啊，也日本它叫做塞雷多啊，它也用于这些，它可以治疗一些炎症啊，这是炎症性的一些疾病啊，它还可以怎么有效减少这个皮质类醇的一个副作用啊，它还有这个免疫调节的作用啊，所以说在这个要针对病，然后我们也要参考一些可能一些临床研究啊，看他们这是怎么样对病来去应用啊，所以说像这个柴灵堂就是治疗这些自身免疫疾病啊，它的那个疗效可能好啊。当我们遇到一些自身免疫疾病的话，可能我们可以考虑是柴灵汤。当然，我不是说看到自身免疫疾病我们就一定要用柴灵汤，反而是我们看到自身免疫疾病的时候，我们要考虑有没有出现柴灵汤症的可能性。啊，我们要去寻找有没有柴灵汤症的那个什么证据，用柴灵汤的一个证据啊，这个是一个，它是一个思维，它就是引导我们去用这个柴灵找它有没有这个证据，有才用，没有就可能我们要找其他的一个方法了啊。那比如说，我还在这里要讲，就是当归四逆汤。当归四逆汤啊，它在《伤寒论》里面还是治疗什么手足厥寒、脉细郁结，当归四逆汤主治啊。这个手足厥寒、脉细郁结，其实它就是很像现代医学的雷诺氏综合症，或者是说血管炎啊，它跟这些疾病它很像啊。这边也要跟大家提一下，不知道读过《伤寒论》的同学们有没有发现，为什么四逆汤它的条文是手足逆冷、手足厥逆、四肢厥逆，但是唯独当归四逆汤手足厥寒，难道说它寒的更厉害吗？啊，你说你这当归四逆汤里面它是桂枝汤去掉生姜啊，再加一些当归细辛啊这些木通等等，那你说它比四逆汤更热吗？那肯定不是啊，肯定不会啊。但是为什么这边是寒呢？啊，其实古人他在讲寒的时候，其实他讲的是痛啊。比如说大黄附子汤，它有什么？还说此寒也，当以温药下之。其实他讲它就是蕴含着痛啊，他就说，所以说我们要在学条文的时候要对比。为什么它这个还会这样？它这个没有，因为当归四逆它确实可以治疗痛、放射性疼痛等等，它都是可以治疗的啊。所以说，在学条文的时候，每一个字的话，其实它都是一个关键啊。它的意思，它就是我们要抓到那个点。那么当归四逆汤其实它按照这个条文，它只是类似于现在的雷诺氏综合症，还有这个血管炎。但是你说它只能局限于这些疾病吗？它不是啊。比如说我们参考后世人的一些经验的话，当归四逆汤啊，在台湾的朱木通老先生他用于什么治疗这个阑尾炎啊？阑尾炎用当归四逆汤止痛是吧？手足冰冷，然后腹痛这样的情况，阑尾炎他用当归四逆汤，甚至这个什么门春德老先生，他也用了这种什么治疗很多血管炎啊，他就用这个当归四逆汤啊。所以说，除了这个的话，我们其实还要辨病，我们还要参考前面一家的一些医案啊，读他们的医案啊，才去做一个来学习他们的经验来去用这些方啊。还有对病的茵陈五苓散啊，茵陈五苓散啊，这样黄老师认为说，茵陈五苓其实它就是治疗药物性肝损的一种良方。好，比如说这个案例啊，他是黄老师治疗这个患者，他是吃了一大堆药啊，吃了一堆药的时候过后的话，出现是什么药物性肝损啊？他药物性肝损的时候是吧？老师就开给他了这个茵陈蒿汤还有茵陈五苓散啊，交替服用啊，后面他就慢慢改成茵陈五苓散治疗。结果他一吃了这个药，是不是他的那个面色，大家可以看到他的面色的话，从黄色慢慢的转正常了，而且他的那个肝功能啊，这些谷丙转氨酶 ALT，还有那个谷草转氨酶 AST 那些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啊。所以说五苓散这手方也是对病的啊。它对于这些疾病的话，一般那种酗酒的人啊，它可以降尿酸啊，它也可以减肥的作用啊，它都是这种肝损啊、肝功能异常的话，就可以用这个，可以考虑用这个五苓散啊。以前我就是临床上有时候就是不知道，有的时候对于这些肝功能异常的患者，他们没有症状啊，你就不知道怎么样入手啊。那后面知道可以辨病，通过五苓散啊来去用，这确实是可以治疗这些肝损啊肝脏的那个指标，可以很快就把它降下来啊。这个就是对病的一种思维。
那么像刚才我前面也讲啊，除了这些学一些原文，然后做一个总结，我们还要读什么后世就是前辈们的一些案例啊。这个就是我跟黄老师学习的话，他每次都一直说要看一案，要看一案。好，所以说这边我会给大家推荐的，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比如说这个汉方诊疗30年，这个日本的大众经节写，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书啊，它里面就是讲医案，还有就是朱木通的经方医案里面也是很多啊，还有胡锡树老先生的一个医案啊，还有黄老师编写的这个经方医案里面就是应用了很多医家的一些典型案例啊来去把它收录在这里面哦。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去看啊，学医案。那么这里还要给大家一个案例，就是什么疑似这个肠梗阻啊，这个比较急啊。当然我们不能说我们中医就不会遇到急诊啊，当然有的时候也会，但是怎么样应对，我们也要懂得怎么样去应对。比如说这个2021年这个67岁的男性啊，那一天他女儿就打电话跟我说，晚上救命啊，怎么事？他的那个父亲啊，他就是晚上拉筋后那个胃疼痛难忍啊，伴有四肢麻木不仁啊，指头有点冷啊，不得进食，恶心欲呕，但是不能呕，尝试要大便，但是排出的方便不多啊，体型中等，舌暗红，苔白腻，苔厚，脉弦有力，腹部膨隆，整个肚子大的，扣之像个鼓声，咕咕咕的声音，而且他的脐上有疼痛，可以触及一个肿块啊。当时拿一个听筒听下去，肠鸣音完全消失，在考虑什么肠梗阻，肠梗阻是急症，于是那时候我就扎了几个穴位啊，那考虑那时候就是用这个子时芍药散，就是它原文里面他提到说这个产后腹痛烦满不得卧，用子时芍药散主治，所以我就给了这个子时芍药散，那我就告诉他，你如果说不能好的话，你就必须要入院治疗啊，入院治疗啊，因为我没办法就看着，结果8月15号早上。他就来跟我说，他说他昨天他的父亲的疼痛是稍微缓解，但是说还是复发，腹部依然感到胀痛，全身发热，头痛，不能进食，大便也不通啊，他舌苔是变黄的。这时候考虑前面的那个没有，我们现在就考虑用这种大承气啊。但是这个不用这个大气筋，还是我们知道在书里面说的，它就是什么大夏之计，是吧？所以说在不用大承气汤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那就是它的服法，重病忌止。所以说我在这边我开了大承气汤，但是说我跟他说服法就是少许服用，以利为度，你泻了就停啊，泻了就不可以喝了啊，它不是说长期的服用。结果他一服用大承气汤过后是吧，他的那个腹痛缓解。大概我上午给他大承气汤，他大概到中午1点多的时候告诉说患者服用1个小时开始出现腹泻，啊量不多，还有这个上腹部胀稍微的减轻了，头晕身热也已经去了，啊下午5点多患者服药后泻下大量的粪便，啊上腹部的疼痛顿消，还是吩咐他你继续少量平服，得力即止，啊。到了这个8月16的话，还看他的舌苔的话已经有变动，他舌苔就变成比较薄了，啊，他上腹部胀痛头晕已经没有了，啊，精神也特别的好，啊，于是我就说你还是可以用这个前面的颗粒只是芍药散给他服用，啊，但是说这个时候它的善后也很重要，就是说你不能服用太过于油腻难消化的食，你必须要用这种粥类容易消化的食物，也不能过饱来去给他服用。啊，所以说用这些承气汤啊，当然我们就可能觉得哎可能用不到啊这些急诊，但是说也要学住，有的时候确实不知道急诊什么时候会来，而且它的用承气汤用这些比较重剂的话，要注意一个点，就是它必须要以利为度啊，就是根据张仲景他那边已经提示的这些方法来去应用啊，不能说长期的一个服用。那么我下一个案例就给大家说我一个朋友啊，不明原因2次昏厥啊，他去看了很多个西医，看了还是像这样。啊，那时候我就刚刚从南京过回来，他就来找我啊，身高163，体重49公斤，
可以看出这个人是比较瘦的。啊，他说2024年的5月啊，他曾经昏厥2次，啊，体重明显下降，他没办法上班2周。在7月10日，他就过来看，他说他的颈部感觉到，这个部感觉不舒服。他说这个疼痛感觉像扯着的那种感觉，扯透，感觉整个不舒服，咳嗽痰多，入眠渴。他是说他眠前稍微有人开门他就醒，啊，他就难在入眠，他就胃痛，下肢冷怕冷。他说小便无力，有尿不尽的感觉。这个人瘦，咽喉暗红，舌红苔根，他的根部，他的舌的那个根部的话，它苔是比较厚的，黄的，脉滑，胃内震水阴，腹部气深，一从往脐上往下按，发现脐下软。好，这样的一种典型的一个人的话，基本上是黄老师说的一个黄连汤体质。他就是一个桂枝体质，患上了黄连病，胃肠道的问题。我就开了什么？我就给他的这个是黄连汤，黄连汤加上茯苓，因为他胃内震水阴，茯苓有去水的作用，所以就是加了这个茯苓给他去水。结果他服用了这个药什么泻，他泻肚子，他服用了这个药泻。那我说没关系，他说泻的话，我说没关系，你可以继续吃。为什么我可以这么说？不是因为我自己推理，而是因为参考前人的经验，比如说像大众净洁、胡锡树，他都有提到说，用了生姜泻心汤的话，它会泻得更厉害。当然我现在用的确实不是生姜泻心汤，但是说它里面它还是组成很类似于这个泻心汤。所以说你没关系，你再吃，吃泻，你可能观察2天应该就没有了，结果他真的是吃了几天过后没有了。好，他吃了这个黄连汤过后呢，体重增加了，从49公斤体重增加到51公斤，他的胃内震水阴比较轻了，他的咽喉的痰多也减少了，他的那个颈项疼痛也减轻了。他说他以往他每天都需要吃一些止痛药，巴拉塞达莫等等这些他都要吃。会说他说颈部不舒服，痛的不行他一吃到黄连汤的时候，他说我颈部不痛了我也虽然稍微有点痛，但是说他不用痛到要去吃那个巴拉塞达莫所以说这个你看，其实一来的时候这个很乱一大堆，因为昏厥什么东西，但是说我不要看那个什么病了，从他的体质的时候瘦瘦干干脐下软，胃内震水阴，舌苔根厚，黄连汤主治这个是用黄连汤的指针一用下去，果然有效现在整个人都好了，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说我一般用药都是有证据的，我们要抓到用那个方的一个证据，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那么这就是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关于经方的一些小知识希望说，当然我说的这些研究这是什么诊疗办法，其实它不是说这是唯一的，它还有很多，只是说我通过我自己的一个体验我自己的一个应用给大家分享，可能可以给大家提供另外一条路导去学习这个经方。好，希望我今天讲座能够给大家有一点启发